各位线上的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这几天呢，我们全台湾人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啊，因为几天前呢，才发生一个悲剧啊，我们太鲁阁号呢，在撞到一辆的工程车呢，然后整辆车子呢埋进了这个隧道里面呢，造成很多人的死伤啊。这个是我们台湾在铁道历史上呢，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历史啊。那一天刚好是4月2号，是我们台湾清明节连续4天假期的第一天啊，也就是上礼拜的事情而已啊。台湾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车出轨的惨剧，造成了呢50个人亡生，200多人呢轻重伤。那这个事发的地点呢，就在清水断崖附近的清水隧道。那列车呢，一半在隧道里面，一半呢在隧道外面。因为这个清明节的连续假期呢，很多人要返乡扫墓啊，所以铁路局呢，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呢，依照往例呢开放站票，所以8节车厢里面可以说是爆满的情况啊。那这也是造成了这次的这个车祸呢，这个死伤人数这么多的一个原因之一啊。那死伤比较严重的就在隧道里面的6、7、8 3个车厢，8等于是车头嘛，车头，1是车尾了，因为6、7、8都在前面隧道里面，当初撞到那工程车就是前面的这个几个车厢了，所以罹难者呢，多数都是被这个座椅啦或车厢呢，在高速的撞击之下呢，遭到强力的挤压，导致呢这个往生的尸首都是支离破碎的，令人呢哀痛不舍啊！全台湾人都是这样的心情，我相信的。那因为这个出事的现场呢，离花莲的慈济济智精舍呢，只有半小时的车程，所以发生事情的时候是9点28哈。那慈济本会呢，立即启动急难救灾的机制啊，不到半小时之内呢，第一批的慈济志工就已经在慈济志工跟那个慈济医院的医生呢，还有跟政府的救难人员呢，都抵达现场，很快。那救难人员呢，跟医师呢是在第一线救人呢，那慈济志工呢是在第2线负责物资的资源补给跟关怀，大家呢分头进行救灾。那我跟几位同仁呢，在收到这个前线救灾人员的初步的相关的这个需求之后呢，立即将所需要的物资就像我们的临时帐篷啦、便当啦、矿泉水啦还有一些物资等等呢，从精舍呢准备好了运送过去。同时呢，负责关怀伤者及往生者的家属工作这也是我们慈济志工的工作了第2线的这个关怀跟协助的工作。那我们第一批的物资呢，在12点左右呢抵达现场。那这个时候已经有许多县市的救难团队呢纷纷抵达了。所以在那个出事地点是清水嘛，上面是人水隧道嘛。那我们到了12点，我们物资送到的时候呢，已经交通管制了然后现场很多的救护车啊，那些紧急救护车都在现场。那这一次的这个灾难因为我也参加过很多的国际上的一些急难的勘灾赈灾都好，但是这一次我在这个现场看到我们发生这个灾难我们这个花莲县的这个消防局，他是承担这个指挥的工作那指挥官当然也是消防局的一位长官也是蛮年轻的。那整个现场呢，看起来是指挥落定的，井然有序不会乱。虽然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的，但是没有乱指挥的非常好让人见识到呢，台湾现在的救灾救难的这个素质非常高那上人也是十分的赞赏这次呢，这个整个救灾的协调工作都做得非常理想那轻重伤的乘客呢，一被救出呢，现场马上就有医生做简单的紧急处理，当然是简单的而已啦。那随即呢，就有
上面的救护车呢，分送到花莲的几家医院，而送到慈济医院的人数是比较多一点的哈，大概有20-30位了哈。那我在现场呢，就关怀一位先生罹难的原住民的妇人呐，我看他一直哭嘛，就过去跟一位师姐过去安慰他，才知道说他跟他先生是搭同一辆的列车，他们2个坐在一起，但是先生呢，在这个火车撞击的时候呢，先生当场就往生了，可是这个太太呢是毫发无伤啊。那一位慈济的师兄呢，跟师姐同行要返金色啊，这是另外一个我们慈济的委员师兄跟师姐一起回来到金色要向上人请示事情，他们坐在第5车了，其实6、7、8是最严重，他们坐第5车了，但2个人都轻伤，那他们是要拿一些法华经呢，来回来向上人请示，要做那个寄送，怎么样去做，要请示上人，就当然袋子里面有放了法华经在里面，还有一些他们设计好的一些法华经的寄送。结果行李架在撞击之后呢，整个车厢里面的行李到处散落一地啊，但是很奇怪，装法华经的这个袋子放在这个行李架上如如不动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那从火车出事的第1天开始，在金色的上人呢，透过连线或开会呢，随时了解这个整个救灾的进度，还有我们慈济人在现场做哪些事情，上人都会给予我们一些建议，并且呢给予鼓励。9点27分，火车撞到的时候时间是9点28分嘛，9点27分的时候，一位妈妈才打电话给他在车上的女儿，9点27分打电话给他女儿，才通话完毕呢，28分火车出事了。这个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真是印证一句话了：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旦夕祸福啊。真的是听到很不舍，前1分钟而已，就天人永隔了。那大部分的遗体呢，是从出事的现场呢，运到新城车站，因为崇德车站比较小，他要做事情的比较不方便，空间不大。但是在下一站的这新城车站呢，前面广场很大，车站也比较设备也比较适合一点的，空间也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大部分的遗体呢是送到新城车站。那当天呢，第一批早上9点28分发生嘛，到下午5点呢。第一批的29具的遗体呢，就送到了新城车站。那检察官在那边验尸嘛，就花了2个半钟头呢，才把这29具的遗体呢把它验完。那一边验尸的时候呢，就有30几位我们慈济的那些志工呢，列队呢助念，站在那边助念。那我自己也不知，我自己也站在那边助念呢，但是我是不知道说已经念了2个半钟头，我自己不知道，只是感觉说哇，这个腿好像站到有点酸呐，有点酸。那这辈子呢做志工有坐着助念的这种情况是很多了，我们常常去帮人家助念嘛，对不对？坐在椅子上助念呢几个钟头，这个经验是有，但是站着呢助念2个半钟头，这个是头一次啊。好在呢平常我们都有运动还可以2个半钟头站下来的，脚腿酸酸而已的，还可以。那第2天，这个刚讲第2天的下午呢，所有的家属呢，到出事的现场去招魂嘛。第1天我们在新城的时候呢，到5点开始验尸助念到差不多7点半结束嘛。那时候还没有家属到新城车站陆续赶来以后呢，第2天早上呢，就很多家属到了那个殡仪馆去了嘛，那早上去殡仪馆那下午的话，就是安排了这些家属呢到出事现场去做招魂那天刚好是阴天，又有毛毛的细雨，那凄风苦雨中呢，加上家属的声声呼唤有的更是
这个嘶声力竭的呼喊呢，那场面哦十分的哀凄啊。好，任何人到那个现场去，你都会忍不住会流泪啊。我们实际有30几位的访视经验很丰富的委员呢，负责陪伴关怀这个家属啊，在招魂的时候，好，那在大家都到达出事的现场后呢，因为家属太多了，哦，大概我看有100多人有，100多人有，啊，150个人左右哦，包括家属大概，那现场还有很多媒体嘛，对，那我们30几个访视经验丰富的委员要去关怀这些家属，放到这个人群中里面，老实讲哦，看不到人啊，看不到人。那我有去注意，有一位大约40、50岁的妈妈呢，啊，不停的哭泣。那旁边有2位委员呢，在那边扶着她，啊，站着哭，啊，那虽然还有我们的金色的长度师傅在旁边呢，啊，陪着她，啊，这个时候讲什么都没有用了，就是陪伴她了啊，让她有一个支柱可以靠住，因为她已经哭到很伤心的。但是我看到她的时候她还是站着。后来慢慢发现她越哭越厉害啊。到招魂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开始要走上去，从那个清水走上那个冷水隧道的时候，哦，都要上去搭游览车嘛啊。这位妈妈已经哭到已经几乎瘫痪了，没办法走路了。哦，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要走了啊，她也要走啊，那怎么办？那她又没办法走，瘫痪了。那我们就几个师兄呢一起呢，啊，两个一组嘛哈，就把她从这个下面的这个清水呢，连人跟椅子一起呢，抬到那个上面的这个公路上面去。那在抬的过程中呢，因为现场很多媒体嘛，那刚好被苹果日报的摄影记者呢，这个拍摄到我跟另外一位师兄呢，在抬这位妈妈上去的这个画面呢，放在头版里面呢。那这个整个招魂的现场可以说是凄风苦雨啊，看到每个人都哭到可以说是哀痛欲绝心生不忍那招魂过后呢，有些往生者的家住台东所以呢，移灵到台东之后呢，就有台东当地的慈济委员呢接力继续陪伴跟关怀家属这个等于到了台东那一区的台东那边的团队就接手了那其实这个是我们慈济呢，在不只是这样的一个灾难的一个援助跟关怀的工作要这样子做其实所有的慈善工作都是以社区或者地区甚至是区域，以全球来讲是区域的志工的划分呢这样能够就近方便的去照顾关怀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说，很多灾难呢，慈济人都是跑在最先做到最后就是这样子那这次这个太鲁阁事件呢，对大家来讲呢，是一个大灾教育上人也是这样讲，一个大灾教育很多人都会讲，不知道是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到嘛我们大家都这句话很多人会讲，可是现在不是不必等明天下一秒可能就无常就来了，不是吗？9点27分还在跟妈妈手机通电话，9点28分差1分，说不定也没有1分了就天人永隔。那想想看，如果我们是这一个妈妈或者她的爸爸也好，或她的家人也好，经得起这样子一个无情的打击吗？要从这样的晴天霹雳中呢走出来呢？谈何容易我们在想说，这个妈妈哭到瘫痪了，回家之后清醒之后，是不是还要再去为了这个女儿呢，又陷入一个悲伤的情绪里面，这样子反反复复的真的是很辛苦。尤其呢，面对的往生的亲人的遗体呢，是支离破碎的那种心如刀割的痛我们绝对很难去体会的。因为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或我们的家人这我们很难去体会，但是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人生中很难挨过的一个阶段那
在这个遗体中呢，我们在新城车站的时候，我们站在那边住院的时候，遗体验完时就要送出去，用车子再去花莲的那个殡仪馆嘛。我在那边看，这样过。一般我们的遗体放在那个尸袋里面的话，很清楚啊，这个是头啊，这个是身体，这个是脚。那天完全没办法认出来，我这样看，因为里面那个尸袋都不是很平顺的，都是这边凸出来，那边凸出来，这样子，啊，头跟脚你分不出来，表示里面的遗体呢，可能是都不是很规则的，这个可以想象的出来，里面的这个大体呢，都是被破坏的很厉害啊。那遗体中有的是什么？也有头不见了，有的是好几块尸块 ，DNA 验出来是同一个人的。那同一个人的尸块在不同的地方，验出来是同一个人的。那有的是身体被撞击之后被切成一半的，不是这样子切成一半，是从肩膀这边削下来削一半的。你看那个力量多大有的是什么？站票，因为那天刚好是扫墓节嘛，清明节嘛，然后这个车子是开放站票的有些人就会站在那么2个车厢中间嘛，那个出入的那个地方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一撞击的话，那个人整个被夹扁了，那伸一只手跑出来啊。我们有一位师兄就是他坐到第5车嘛，他从第5车跟第6车中间出来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人，也不知道他是几岁的人身体被2片大片的那个门板这样夹住，然后手跑出来。那他的太太在旁边，那我们这位师兄就问他说，要不要帮忙啊？他现在怎么样？他说往生了，他说身体凉了，就讲这几句话，无语问苍天了。那如果这些人呢是我们的亲人落了这样的一个下场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呢？所以这个真的是听到这次这个事件之后，我相信很多台湾人大家都是心在淌血的锥心之痛真的是非常的不舍那我们呢，从这个事件里面去了解的体悟呢，什么叫做人生无常这几天上人也在提醒我们从这个事件里面，你真的了解人生的无常刚刚讲嘛，不是明天跟今天的事情是前一秒跟下一秒的事情很有可能所以我们如果要去体悟人生无常已经知道人生无常了，言行造作就不能再一切如常了，要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常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这样生活周遭呢充满许多无常的信这些视线，这些的视线就是给我们一封信一样的，每拆一封呢就警惕一次，这样我们的人生的路呢才会越走越精准的，不会失常。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呢，也要透过这样的机会呢我们一起深深的为我们这次的罹难者呢来哀悼也祝福呢每一位去世的亡者都能够临安而亡者的家属呢也能够节哀顺变而心安。我们深深的祝福，深深的哀悼其实呢，躯体虽然会支离破碎，但是灵魂呢已经轻飘飘的离开躯体了。这些灵魂呢，当他飘飘飘的时候，他也会看到自己的亲人很哀痛不舍的那个画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劝自己的亲人呢，不要为他而哀痛，但是他说不出来灵魂说不出来所以我们希望家属们能够提起正念救得回来的是命不该绝，叫不回来的，我们就深深的祝福他这样才能够帮助到他所以人生呢，不止无常人生也是很苦所以要提早学习什么？以苦为师
我们不止以法为师，还以苦为师啊，以病为师啊，才不会怎么样，苦中作乐啊，也才能够苦中说法啊，这样就是什么超脱的人生啊。但是这个也是要平常就要开始学习的啦哦。平常如果没有学习的，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一下要转念也没那么容易了哦。所以平常我们就要学习的。那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呢是什么？是朝闻道，夕死不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大家看了一定会质疑说，只听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啊。孔子讲的是朝闻道，夕死可以，没听说过朝闻道，夕死不可这句话。没错，它的原文是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是孔子说的啦。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什么？早上听到人生的大道理或真理，就算晚上死去了，也很值得的啦。这是孔子对见闻正道跟真理的殷切期待及满足之心呢。他的满足跟期待之心呢。但是我想想呢，朝闻道，早上才闻道。才闻法，夕死可以，晚上就死掉，都还没有做到，实在很不妙，为什么不妙呢？因为呢，已经闻法，却不能用法，有学但不能用，书读这么多，一本都用不上，那这又有什么用呢？不止夕死不可啦，后面还要再加一句啦，勤行道，死而后已呀，不是夕死可以呀，是死而后已。意思就是说，不止闻了正道正法，还要行正道，传正法，要做到什么时候呢？要传到什么时候呢？死而后已，到死为止。如果把这句话，孔子的这句话，把它修饰一下，就我刚刚讲的这句朝闻道，夕死不可，勤行道，死而后已，把它改成这样的话呢，那个意境完全就不同了，改成我刚刚所讲的这样子呢，才能跟菩萨道的精神是完全符合啦。也就是说，做到死好过死没做。有一位唐朝的著名的诗人，像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了叫李商隐呐，然后写了一首诗呢，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呐。这句诗啊，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呢都有养过蚕嘛蚕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什么，开始吐丝做茧的嘛，它一直吐丝一直吐，一直环绕嘛，一直环绕绕成一个扁圆一个橄榄形那个椭圆那个什么那个好像橄榄一样的这个形状嘛然后把自己包在里面把它茧了，吐丝做茧，把茧做好了之后呢，然后自己吃在里面了。意思就是说，一直吐丝吐到死为止啊。其实这句话不是在讲蚕的事情它是拿蚕来当譬喻，主要是在形容什么？深知身在，情常在。深知，深深的知道，深深的了解。身在情常在，身体的身第一个深知就深深的知道的意思，很深浅的深深知，然后身在情常在，这个身体呢在的话呢，情感情的情常在，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个肉身还活着烦恼啦、情感啦等等的纠缠跟羁绊呢，就会没完没了啦。讲的就是什么？讲的就是我们这个业报身呐，一出生就开始要什么？要受报所以这个身体是受报身一直到死了才会结束。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蚕是湿土尽了就死了，那人是什么业报尽了就走了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春蚕到死丝方尽那点一支蜡烛在那边聊天看着这个一滴一滴的烛泪呢流下来就觉得说，这个蜡烛呢就是一直烧，一直烧，
烧尽了，珠泪才会什么？才会停止流下来。你如果还在烧，它珠泪一直流。烧尽了，然后怎么样？烧尽了就泪始干嘛？泪始干就是不会再流那个珠泪的啦。啊，这个叫做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这个道理呢，跟求法求道的道理也是一样哦。啊，只要还活着呢，就是学不完呐。所以说活到老学到老嘛，还学不了嘛？不，以前我们讲过嘛，对。啊，你学到老了，学到死了还学不完，死了就不用再学啦。但是如果没有死，继续学啊，因为呢，学无止境呐，啊，那学到什么时候才会止境呢？啊，学到死为止嘛。还没有走就要一直学，一直投入，一直付出，啊，就像春蚕呢，到死丝方尽一样啊。一直付出，一直做到死为止啊！这个道理懂的话呢，就会觉得早上闻道、闻法闻道，结果晚上却死掉，所学的功夫都还没有用到，实在是有点可惜，有点缺憾呐。那这个跟没有闻道、跟没有闻法的人有什么差别啊？对不对？所以你有闻道、有闻法、有得道。要把它用出来，啊，这样就人生就很有价值的嘛。啊，你有学没有用，那这没有什么价值的嘛。对，所以我把它改成什么？朝闻道，夕死不可；勤行道，死而后已。这样听起来就很贴切，很圆满呐。啊，那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呢，是一个非常乱的时代。是乱，孔子处的那个时代是乱世嘛，春秋乱世嘛。什么乱呢？臣杀君，子杀父，杀来杀去，没有天理，没有伦理，更不可能讲道理。那孔子是个什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呐，啊，很有毅力勇气的意思啦。哦，那时候呢，在这个乱世中呢，孔子就想什么？推行正道，推行正法。让那个乱世呢早一点呢天下太平啊，他的理想是如此的，但是没有人理他，所以孔子呢也有很深的感慨啊。所以《论语》里面有一些那些《论语》里面有一些其实是孔子发牢骚的话哦，你不能把它当真哦，不是每一句话是孔子的真正的他的哲理，而是他的发牢骚的话。随便举两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呐。什么意思啊？这个国家邦有道则仕，就是国家有正道在推行的时候呢，我就去当官，我就去付出，我就去做事情。邦无道则隐啊，这个国家如果没有正道推行，没有正法，没有正道的国家，则隐啊，这怎么样？就是隐居起来啦，不管事的啦，不过问江湖啦，自己隐居起来啊，这有一点消极遁世的意思嘛，对。还有一句嘛，也是孔子讲的：“道不行，臣服浮于海啊。”道不行就是说，正道没办法推行，在这个国家里面呢，正法正道没办法推行，这样的话不如怎么样？臣服啊，浮啊，就是乘坐一条小舢板呐、小船呐，浮于海，就是出海去的啦，远离这些纷乱就对了啦。反正也没有道在执行的国家我就隐居起来的，就坐船离开就到大海上去的意思啦。听起来好像是隐居山林的，有些遁世的思想，其实不是，这些都是牢骚话。很多人在无奈的时候都会讲一些牢骚话嘛，所以孔子才说如果我早上知道天下太平了，就算晚上死掉呢，这辈子也没有白活的啦。所以这个道呢，朝闻道这个道也可以解释什么？天下太平的意思啦。朝闻道早上知道说天下会太平的啦，那晚上我死掉我也甘愿啦，意思是这样子啦。所以不是说刚才那两句话是孔子
的发牢骚的话了。其实孔子本身的儒学思想还是讲求入世的，这个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的另一种解释的版本呢，都有它的道理的啊。我们可以从这句话进一步去体会呢，孔子一生呢忧国忧民的苦心呢，以社稷为己心嘛，以国家社会呢当做自己要的本分去关怀去期待啊。其实呢，这种悲天悯人的心境呢，跟正言上人的心系苦难众生呢，是以苍生为念的，其实是心思是一样的。我还记得12年前呢，因为我的笔记里面有记下来啊，12年前呢，也就是2009年呢，上人就已经在对众开示中呢，语重心长的谈及自己又急又悲的心境呢。急的是什么？急的是自己说的话呢，弟子们还听不懂，做师父的很急啊，我讲这些话，你们弟子都听不懂，所以呢，因为弟子们没有做到，所以上人认为你们听不懂，听得懂就应该做得到，那悲的是呢，刚不是说又急又悲吗？那悲的是什么？悲的是当前社会人心呢，是非分不清了，是非颠倒了，似是而非的论调，透过媒体的夸大渲染，造成积非成是，倒果为因啊，甚至呢假新闻充斥，所以是非混沌啊，真伪难辨啊，造成社会风气乱象丛生，人生价值观错乱这些浊流都正加速在腐蚀现代人们的心灵也深深的在扰乱社会的人心其实这个是12年前这样子讲，12年之后的今天还不是一样，甚至是更严重你看那时候就有假新闻的了，那现在假新闻是更严重那20年前呢，921一发生的时候呢，上人就讲了4个字，代表他当时的那种心境这个4个字叫做什么？悲极无言921那时候发生的时候也是很严重台湾等于是台湾的一个世纪大灾难嘛，死了那么多人，灾区这么样辽阔，整个重创台湾的中部所以悲极无言悲伤的程度无法用笔墨形容的意思了。那去年年初呢，新冠病毒疫情刚一发生的时候，这个是影响全世界，也是非常大的疫情的灾难那上人也是很语重心长的讲了一句，叫做忧急难言忧急难言什么意思面对人类无法挡住的疫情造成了全人类深受其害，而极度的忧心所以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叫做忧急难言很难用言语来形容。所以不管是悲极无言也好，还是忧急难言也好都是忧国忧民的肺腑之言这种又急又悲的心境呢，跟当年处在春秋时代乱世里的孔子那种忧国忧民的心境，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朝闻道的道也可以解释为天下太平跟无灾无难的意思就是只要天下太平只要这疫情结束的话全世界都能够很太平很平安没有这些疫情呢，没有这些疫情影响这么多人的确诊或死亡或者生活陷入困境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呢那早上我知道会这样子，那晚上死掉有没有关系？意思是这样子的就是心系苦难众生的，众生苦他就很苦了众生悲他就很悲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朝闻道的道也可以解释为天下太平或者无灾无难的意思如果要契合现在世界情势跟脉动的话，也可以解释什么疫情消弭的意思了疫情消弭像疫情消弭的话是全球共同的祈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疫情还是在虽然没有再继续恶化，但是也不是很好还是很严峻但是呢，即使天下太平了，或疫情消弭了
或者说我文法也得到了，那也不一定要细时可以嘛，对吧？也不一定要晚上就死掉啊。为什么？因为还有很多救苦救难的4件事呢，要去推动还有很多事要去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以细使，细使不可所以朝闻道，夕死可以这个道呢，可以解释为什么天下太平，也可以解释什么道理、天理或真理的意思啦。2种解释都可以以前我们读书考试答案只有一个嘛，现在正确的答案不一定只有一个可以好多个都对只要解释得通呢，不同的解释呢、解说呢都可以并存了。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也是我们在读书或者读《论语》，甚至读经应该要有的精神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不是极端的不是2选1的都对，都可以。法无定法，法本无法法也不是死死的就好像说有成就的人学佛有成就的人他的思想是什么？你对他也对，你有理他也不无道理，这样就是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破分别也破执着，才是什么？真入境界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正道正法的思维正思维就是如此好，我们以佛经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典故来讲因为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嘛，很难去考证。我们如果说在读经的时候，如果说只拘泥于佛经字面上的意思的话，有时反而会什么？无法走出迷宫而困扰自己阿难尊者凭着记忆去记载佛陀所说的话，然后经过大家的结集而成为经书嘛，对。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纸所以所有的经文都用什么记载？用贝叶来记载。那经过2000多年辗转东传到中国甚至呢经过不同的语言翻译嘛，实在难保不会失真呢。所以在与佛世相隔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所听来的佛法是否真实的呢？必须慎重探讨。我们不是质疑佛经这个是不真实的了只是我们去探讨为什么佛经会这样子写。我们没有质疑佛经只是要去了解佛经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它为什么，它的理由是什么要这样子写。先不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探讨这个典故佛典你们所讲的这些故事是否真实的呢？我们用理性来探讨一下。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有人将佛呢神化说佛陀是什么？从他母亲呢摩耶夫人的腋下生出来的，这有可能吗？哪一个人是他妈妈从他腋下生出来的对，那佛经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佛经不是都没有错的吗？对，那为什么佛经要这样子讲？你又不能不信这佛经讲的你怎么可以不信？那我们要了解，佛经之所以这样说呢，应该是当时的人们呢，为了尊重佛陀，认为佛陀是异于常人、异于凡人的，所以就用这种不同的出世法呢，来描述。很厉害佛陀很厉害佛陀就这样子其实这个是用不同的出世法呢来描述佛陀的异于常人及佛陀的伟大啦。意义在这个地方不是佛陀真的是他妈妈从这边生下来的。第二个例子，佛经常说佛陀讲经3000人句不是吗？常常有很多数字嘛，84000也是一样对。或者5000人句、3000人句、5000人句佛陀要面对3-5千人开示，那个时候又没有扩音器，信众如何听得到佛陀的开示的声音呢？对，现在很多佛友组团专程去参访
印度的灵鹫山呐，探讨当年佛陀讲经说法的地方，下面都录影带，下面都拍回来了。我们一看，面积不大嘛，几十个人就坐满了，那怎么讲3000人呢？怎么挤得进去呢？根本就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那可能是个形容词了，这个3000人去，就是意思说很多人的意思啦。很多人到底有多少人？不知道啊。第3个例子呢，玄奘法师在圆寂前呢，头有点痛，他就开始疑惑了，莫非我翻译的经文呢有错误？于是呢，玄奘法师就发了一个愿呐，如果我翻译的经文没有错误的话呢，那么在我圆寂涂皮的时候呢，舌头就不会坏了如果我的舌头涂皮的时候没有坏掉的话，代表我翻译的经文是正确的。结果呢，玄奘圆寂之后呢，火化，舌头没有坏掉。各位知道吗？火葬场里面烧遗体的那个温度是摄氏多少度？800度，800度左右啦，所以骨头才会烧，那个躯体才会烧成骨灰嘛，对。骨头都烧成灰了，舌头怎么没有烧坏掉呢？这个是令人无法理解嘛，对。那当年不是恐怖分子劫机去炸那个纽约2栋世贸大楼吗？那个撞击后的瞬间的高温是多少？2000多度所以在里面的人瞬间化为乌有变成灰尘那2000多度，你想想看。所以你说这个800度去烧遗体，然后这个舌头没有坏掉，这个我们也无法理解对那还有一位呢，也是大家称为他为译经大师的，译经也跟玄奘一样啦，翻译经典的啦，译经翻译的译啦，译经大师的鸠摩罗什他翻译经典的造诣呢，不输给玄奘。金刚经跟维摩诘经就是那个鸠摩罗什号召5000位僧众一起翻译出来的。那我们也不知道这5000到底是真的5000还是形容词的5000，也不晓得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个这个鸠摩罗什号召5000位的僧众一起来翻译出来的这个金刚经跟维摩诘经呢可这个鸠摩罗什在临终前跟玄奘一样，也是这样子讲：如果要证明我翻译的经文是正确无误的话呢，那就是我圆寂涂皮的时候舌头不坏，跟玄奘一样。结果呢，大体变骨灰了，只有舌头没有坏，我们很难理解。好，第4个探讨的呢，这个学佛大家都知道了目犍连尊者这神通第一嘛，对，佛陀10大弟子里面神通第一。目犍连在他的国家发生战乱的时候呢，他利用他的神通嘛，飞到他们的国家里面去呢，救了这个500位精英比较重要的500个人，把他救出来。那他怎么救呢？他把这500人呢放进他的钵里面那个出家人不是有那个钵嘛，那碗嘛，对，放进他的钵里面盖起来，然后把他救出来之后呢，安全就把钵打开打开以后呢，里面不是500个人，全部变成血水。这个你相信吗？把500个人放进这个钵里面，打开以后变成血水，这个也是很难，我们也很难理解的但是你不能说我们不能理解，就表示说这个经文是错误，不能这样子讲。经文是这样子写呢，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它的精神意涵。它的精神意涵是什么？就算有神通，也是抵不过业力的。神通抵不过业力的意思的。目犍连尊者有神通可是这500个人业力这么重，你救他过来也没有用，所以变成血水。这个其中一个精神意涵就是说，这个因果法则呢是不能违背的，不是你神通可以去改变它的。好，第5个我们探讨一下，佛陀的前世里面呢，有一世是一位国王的第3个王子，佛陀啦。是有某一世的一个国王的第3个王子。那大王子是谁？大王子是弥勒菩萨。2王子是什么？文殊菩萨。这个3王子就是佛陀嘛。那他们3王子
看见一只母老虎啊，跟7只虎子。那当时呢，这一只母老虎呢，这个母虎呢，被饥渴所逼的，已经饿到没东西吃的了。那这个三王子呢，担心这个母虎呢，饥渴到极度的时候呢，没有东西吃的啊，可能会怎么样？吃掉虎子啊。可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学习到的是说，虎毒不食子啊，对，是不是虎毒不食子的？老虎再怎么样毒都不会去吃它的孩子。可是这个地方写的是，我们担心说这个母虎呢，这个饿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会把它的虎子把它吃掉。这个三王子很担心啊，他就故意呢，让自己从高处呢摔下来，摔在地上面呢，摔在这个母虎的前面呢，这个让这只身体孱弱的母虎呢，可以喝它的血，吃它的肉。结果这只母虎呢，结果这只母虎最后呢，把这个三王子的这个身体呢，吃到了剩下一堆骨头。这个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什么舍身饲虎的故事了，佛典故事了。舍身饲养的饲，舍身饲虎，舍掉把自己的身体舍出来呢，来给那个老虎吃的故事了。这样的佛经记载也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对，那现在任何一个在慈悲的人，也不会说因为这只动物，这只老虎、狮子没东西吃就把自己身体给它吃掉这个我们也比较难做到了也很难理解。所以2000多年前的如是我闻到现在时空转变了，距离那么遥远了，有些经中所说的实在很难考证。你怎么去考证到底是真的假的应该拉回来现在的社会跟社会结合，把过去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事情拉回来，我们现在的社会跟现实呢做一个结合怎么结合我们现在读经要善解呢，这个经中对事情的描述是理想中的理，这也是个也是个理但是这是理想中的理，因为他要什么？他要从这个理里面去什么？去让大家了解里面的精神意涵但是呢，我们如果跟现在的社会结合起来的话应该是要怎么样？真人真事，合情合理，这样才是真理的这是为什么证严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每天早上开示的时候几十年来都是如此的都会什么借俗事来显真理的就用全球慈济人在他们国家里面所做的慈济人慈济事，那就是真人真事拿来呢印证的《法华经》或《无量易经》就是以事来显理让这个事跟理的相通相应这样大家都会相信，因为这个不是空口说的这个是真人真事，有录影带有相片都有的就叫真人真事，合情合理，也可以理解的这样才是真理的我们不能质疑经文所说，但是要了解经文所说的精神层次，因为他强调的是精神层次嘛举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更了解了就像什么佛经里面也有故事不是小麻雀吗？用自己的翅膀跑去这个河边沾水嘛，再飞回来这个森林大火上面一样，要扑灭森林大火嘛从实际面看是不可能嘛。你看那个美国澳洲那个亚马孙的那个森林大火里面动物死了多少？澳洲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个无尾熊那个什么袋鼠死多少可是这个小鸟它去沾水，翅膀沾水要去救森林大火从实际面看也是不可能嘛，对不对？你看飞机从天上去救火都救不了了，动物死伤遍野了，何况是一只小麻雀要去救火，对。但小麻雀是它的精神意涵是小麻雀心诚则灵感动了上天而下了一场大雨扑灭森林大火，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有可能。小麻雀不行，但是老天爷下大雨就可以，就有可能这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嘛这个就是他要强调的精神层次的问题。我们要学的就是这样子的精神这样子的道理的闻道。以上所说的都是与时俱进的
跟社会脉动契合的正知正见的道理啦。这个就是正道。我们就是要闻这样子的道，早上闻道就要赶快去实践，把它做到，不要还没做到，晚上就死掉这样真的就很不妙所以闻道与行道要双轨并行。闻道还要怎么样？行道，了解了就行动意思是一样闻法跟用法也是一样闻道就要能够行道，闻法就要能够用法叫做什么？依经入道，解行并重的意思啦。依你所念的经，所了解的经，所读的经，走入菩萨道，走入人群，解行并重。你所了解的经文，跟你把经文拿去实践行动，解跟行的并重这叫做什么？叫做权中有实实中有权权就是权巧的权就是就是什么方便法的意思实真实法权中有实，实中有权，权实一体什么意思方便法跟真实法其实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好像说我们慈济不是有那个吗？净思法脉跟慈济宗门嘛，两个也是一样嘛。净思法脉就是实嘛，真实法嘛。慈济宗门就是什么？就是方便法嘛，就是权嘛。所以法脉要靠宗门去体现，宗门要蕴藏的法脉，所以两个是什么？这个权中有实，实中有权方便中有真实，真实不离方便，两个是一体的这个真相真实相也要靠方便法来呈现方便法中要蕴藏的真实相这也就是入世的工作中呢，要有出世的精神。这样讲大家都听得很懂了嘛，对。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怎么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嘛，对。所以出世的精神要融入入世的工作入世的工作中要有出世的精神就刚刚讲权中有实，实中有权这样讲可能有些人没有学佛的人会听得比较难一点的。但是刚刚讲那么多，简单一句话就好，叫做佛法生活化这样子懂了吗？对，就是所学的佛法跟生活结合，叫做佛法生活化了如果不能跟生活结合就是什么是吧？理归这个佛理嘛的，理归理啦，法归法啦这边是人归人，事归事的，变成理事不相应，理事不相通，所做的事情呢无法印证佛理，这样就不对了所以呢，就像学佛的人呢，常常说菩萨所缘，缘苦众生上人也经常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学佛或学菩萨，不是在研究佛理，而是在实践佛法。这个是观念要很清楚。实践佛法怎么实践呢？深入苦难去闻声救苦就像这次太鲁阁号出事了伤者亡者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候呢，菩萨就要什么？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难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去闻声救苦。在黑暗的清水隧道里面，有哀嚎的人在里面要求救，在哀戚的殡仪馆里面呢，去抚慰那些非常辛苦的这些家属。这就是菩萨所缘，缘苦众生不管是自己苦或者自己亲人苦，我们都希望有人来帮我们什么解除我们的苦难嘛，拔苦与乐，把我们的苦拔掉，给我们离苦得乐，意思所以学佛才说要怎么样信解行证嘛。智慧第一的舍利佛佛陀的弟子舍利佛佛陀就讲有信解无行证。学佛4个步骤：信解行证，相信他，了解他，还要去行动，还要去印证嘛，意思是这样子嘛。舍利佛是智慧第一但是有信解，我对这个佛法是很相信，也很了解，甚至我是智慧第一但是
不敢投入人群，没有在人群中付出，所以无法印证自己所学的教理。虽然说是智慧第一啊，但是佛陀说啊，你那个是小乘的智慧第一啊，就是什么？就是声闻呐，声闻的智慧第一的是什么？这权智，权就是权巧那个权的权智的。那文殊师利菩萨，我相信这个上次我记得很早以前有跟大家有提到这个道理的。文殊师利菩萨也是智慧第一啊，但因为他是成佛后倒驾此行来人间的，化身为声闻缘觉来度众生的。其实文殊师利菩萨不是声闻缘觉，他是大圣的，因为成佛了。既然成佛，他就是有经过《法华经》的法华行呐，菩萨道的菩萨行，有经过入人群才有可能成佛了。所以投入人群就是权方便法，深入经藏就是什么？实是真实法，两个相辅相成，双轨并行，叫做什么？全实并演，全实一体。这个字是非常的美全实并演演绎的演演戏的演全实并进的意思全实一体。这是菩萨道的精神理念。有一对很精进做环保的老菩萨夫妻呢，虽然常年在环保站做资源回收，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改不了，就是很喜欢烧金纸有一次呢，上人行脚到他们的环保站的时候就应机对他们说教了就劝他们说不要再烧金纸了啦烧金纸是污染空气你们都这么发心这么精进在做大地环保，现在要更进一步呢，做心地的环保。什么意思要行正道，还要怎么样？闻正法。你已经有在做了，做资源回收了，你还要去什么？就闻正法，让你所做的跟那个理呢相应。意思是这样子的。这位老菩萨就回答上人说：“师父，这个烧金纸是我们家几十年来的习俗呢。因为我的祖先告诉我们呢，烧金纸能够保平安发大财上人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当场对众开示，就说烧金纸如果可以保平安发大财那个卖金纸的老板何必把金纸卖给别人，留着自己烧就好了，这么好，对不对？上人又讲那些先进富有的国家人家也是没有烧金纸还不是那么有钱那么富有，对不对？这个是上人用世间的这个例子来解释给这对老菩萨听的。这是上人的开示其实呢，金纸烧的那个金纸的，也是从砍树来做的你要先破坏山林这也是造不善之因有没有烧金纸？有没有烧金纸跟保平安发大财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啦，烧了也是白烧了，你不但浪费钱呢，也制造污染了。不如实际一点，你把烧金纸的钱拿去帮助人这样更务实了。这样的观念也是正信正念。也有一次呢，上人对海外一群干部开示海外回来的疫情之前上人开始讲一句话，我当场听也是觉得听不懂上人说什么？你们不要有度多少会员的心态你们不要有了要度多少会员的心态。怎么会这样子上人没有继续解释这句话但是我们乍听之下会感到很疑惑呢。上人一直要我们什么去办社区爱洒啦去净化人心菩萨大招生怎么现在却说不要有去度别人，等于说不要去接引别人的心态呢？这样不是两相矛盾吗？其实不然这是偏僻入理的智慧开示上人又叫我们去接引会员去邀约人来做志工，现在又叫我们不要去邀约会员，这个不是矛盾吗？没有矛盾。我们来探讨这句开示的深层意义在哪里了？不是
叫你不要去劝募会员，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叫你不要对外度众，而是当我们要去对外度众接引别人的时候，必须同时也先起一个制度的信念呐。制度之后才有可能度他，自觉之后才有可能觉他。度自己比度别人还难呐，自己都度不了自己，如何来度其他人呢？对不对？这个是很务实的。自度跟自觉是修于内，自嘛，自己嘛，自度跟自觉是修于内的。度他跟觉他呢是行于外，他是他人别人嘛，在外面嘛，先内后外，先安内才能攘外，先充实好自己，才有能力去影响别人呐，去改变别人呐，这是正知正见的道理。所以菩萨大招生之前，要先自己做菩萨；传法之前呢，要先自己有法。你没有法，你怎么传？对，要跟人家分享法喜之前，自己要先做得很欢喜，自己都做得很烦恼，如何去跟人家分享法喜呢？这不可能的嘛！你不可能去跟人家分享你没有的东西啊，是吗？要跟人家讲正信之前，要先自己一点都不迷信，而且不是靠嘴巴讲正信，还要怎么以行动破迷，用行动来证明我是没有迷信的，这样才可以的。同理啊，你要唱让爱传出去我们不是有这首歌吗？将让爱传出去吗？你要唱让爱传出去之前，要先唱另外一首叫做把爱找回来了。你都没有爱，你怎么样对外送爱呢？对不对？同理啊，你自己体弱多病，你还要向别人推销健康食品，谁会给你买啊？这些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左传》里面有一句名言《左传》这句话以前我记得也跟大家分享过了但是现在再讲一次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所举的例子是不太一样的。《左传》里面有一句名言叫什么？天道远，人道耳如果有常常听看我们直播的，可能以前有讲过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天道跟天理呢，对我们来说了是很遥远的事情。天道天嘛，对。相较之下呢，人跟事的道理随时就在我们身边跟我们非常的贴近。人跟人之间相处的人理，如果还不懂或还做不好，怎么去探讨深一层的天道跟真理呢？就如同可以发心远行去黑暗角落里面服侍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但却不能孝心对待自己家里的堂上活佛，自己的父母，也好像什么可以用心去深入苦难抚慰灾区的灾民，但却不能以平等心对待道场里面自己的法亲。圣严上人说，这个是本末倒置，颠倒了。听一听，确实是如此嘛，对。所以上人才说嘛，你身边的人都不能去爱，那你的大爱是要爱谁呀？上人这句话是一针见血没有错可是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子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都不能去爱，那你的大爱是要爱谁啊？这句话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颠倒所以要跟人家结好缘，也是要由近到远，从身边或自己家里先做起，去实践，才不会怎么样，才不会造成很会去寺庙里面呢千拜万拜但是却不懂得跟父母说一声爱这个也是一听就觉得没有错很有道理对。有人问上人说上人我们这个世间上可以做的好事这么多，怎么做得完呢？意思是说因为做不完，所以他不做了，意思是这样子的，找借口了。然后又问说苦难众生这么多，怎么救得完所以我上人反问他嘛，那请问你只要是农夫啦，
你站在一片绿油油、已成熟的稻田中啊，你自己以前辛苦种的啦，现在都成熟了啦，你怎么去收成？你总不会说，哎呀，这个成熟的稻田这么大片，没办法收得完啦，那就不要收了嘛，那你种干什么？对不对？还是一样啊，你还不是从眼前脚下你身边开始做起，开始收成起嘛，对不对？苦难众生的确是很多，没有错。那你就从近在眼前，你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的这些有缘的人先做起嘛，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务实啊，没有好高骛远的，对，脚踏实地的意思的。那不能说做不完就不做，或救不完就不救，的人生是学无止境的。即使懂得脚踏实地去广种福田哦，广结善缘哦，这些即使你都做到了，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哦，否则会带来问题哦。我那么会广种福田、广结善缘的，就做到了，还会带来问题呀？什么问题呀？就是心中不入法的问题了。当然你还没办法广种福田、广结善缘的人，我们就劝你你要尽量广种福田、广结善缘。你做到了以后，学无止境，继续学，更上一层楼，学什么？心中要入法。心中不入法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啊。什么问题啊？有缘相见呐，但是无法相会所以有缘无法，最后也会是什么？缘尽法散呐。因为跟你缘没有了，法也散了，也没有法了很会发愿，但心中不入法，好愿也会变空愿呐。因为愿都变空愿了嘛，你没有去实践的，你没有去实践嘛。那很精进，不容易的，有些人很懈怠啊，这个很精进的，很精进，但是心中不入法，结果呢，没有方向。越精进的越偏离正道了，很努力，但是方向错误了，这个也是造成问题，不是吗？很会广结善缘，但心中不入法。我刚才讲了，容易什么？缘尽法散嘛，对。所以有缘还要有法。那有一次上人就对一群实业家开示说：只是与人结好缘还不够，还要心中有入法。这个是更上一层了。很会与人结好缘，但自己心中不入法，这种缘呢，很可能是会结交一些什么物以类聚的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这句话是上人开示的啦，的确是如此嘛。你想想看，太有道理了。坏人跟坏人之间也是互相结好缘呐，对不对？臭味相投啊，然后什么结伙作恶啊，这种恶缘相聚，成就恶业。不是我们要的，但如果心中有正法，起心动念不离正法，那当然就会怎么样？心正气盛，邪不侵；心开意解，福就来；心诚意正，运就通；心宽念纯呢，业就消。这个中间里面，法有没有法，是扮演成败的角色，是扮演关键性的角色。所以佛家才说什么？以法为师嘛，他这样子讲嘛。以法为师，心中有法的人，法就是我们的主人，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最高指导原则，一切以法为依归。心中有主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六神无主嘛，意思是这样子嘛。所以学佛也有4个原则，叫什么？是依是不依的。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每个都谈，我们只谈一个依法不依人的。是法是不依是哪4个？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啊，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我们今天要谈的什么？只谈一个依法不依人的这一句啦。什么叫依法？依法就是以真理为依据的凡事都按照真理来进行，才不会偏离正道人之所以不足以为依啦，就人很难去依人呐，因为人靠不住啊。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思想见解各有不同，甚至自己的观念就随时变来变去的。昨天想好，今天又变，也有可能的。对，上次不是讲吗？这个念头是生住意灭嘛。而且人生还有什么？生老病死啊，
其中的这个无常跟变数非常大，人呐、但是法呢是什么？恒古今不变的，法不会变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但人会死去呀，有来有去呀，有生有灭。但是法是什么？恒古今不变的，啊，历万劫而常新的，屹立不摇的，如如不动的。所以学佛要以法为师，以法为依归啊，把法当作立身行事的最高指导原则，道理在此啦。不过有一个观念很重要，佛法虽然强调依法不依人呐，但是佛法也去透过法师的体现来教化众生啊。没有法师来传法的话，法从哪里来？对不对？所以依人也是很重要的，依人也是很重要的啊。就好像说，你到学校读书，你也要有好的老师来教导啊，道理也是一样嘛。所以教师很重要，教法更重要，两者需要怎么样？不偏不倚，也是一样，依中道而行呐。啊，那既然免不了要依人，啊，免不了还是要依人。虽然说依法很重要，但是免不了你要依人，你要皈依法师啊，要靠师父教导你啊，对，那就要警惕自己，要依对人，不要依错人。其实，在我们菩萨道修行里面，很多人是这样子嘛，因为这个人跟那个人不合，两个人都离开了。上人才说，那你们两个不合，跟我什么关系？怎么会离开慈济呢？对不对？你是以我当你的师父，你不是依他嘛，对不对？你依我也依我的法，但是你却依那个人，依错人了嘛，这意思是这样子嘛。所以呢，今晚的读书会呢，讲了很多有关佛法的道理啊。那各位如果再仔细去体会呢，今晚所分享的其实都是在强调什么？闻法闻道虽然很重要，但去行动去实践更是重要。所以一旦闻道也得道，就不要忘了必须继续精进行道。所以我才说把孔子那句话改成朝闻道夕死不可，勤行道死而后已。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参加读书会，感恩，下次再见。